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林雨薇，你给我站起来！1个月请4次丧假，你当我们公司是什么地方？慈善机构吗？你家是开殡仪馆的，还是你家亲戚特别多，排着队等死？马总监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，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林雨薇的心上。他紧握着手机，脸色惨白如纸，眼中含着泪水，却强忍着不让它们掉下来。啪！一声脆响，全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。林雨薇颤抖的手还停留在半空中。马总监捂着被打的左脸，眼中满是震惊和愤怒。20多个同事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然而，当人事部王姐急忙调出林雨薇的个人档案时，她看到的内容却让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这一切要从1个月前说起。9月3日，林雨薇第一次请丧假。王姐，我想请3天丧假，我奶奶走了。林雨薇站在人事部门口，声音很轻，眼圈红红的。王姐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神情有些意外。入职2年来，林雨薇从来没有请过1天假，连生病都硬撑着来上班。节哀顺变，把假条填一下吧。王姐递给她一张表格，林雨薇接过表格，手有些颤抖。他在请假事由一栏工工整整地写下：奶奶去世，需回老家办理丧事。马总监路过人事部，瞟了一眼桌上的假条，眉头微皱，但没说什么。毕竟老人去世是人之常情，而且林雨薇平时工作认真负责，财务报表从来没出过错。3天后，林雨薇准时回到了岗位上。他的脸色比之前更加苍白，眼睛也有些肿胀，看起来确实像是刚经历过丧事的样子。同事小张关心地问：雨薇，你还好吧？要不要多休息几天？我没事，谢谢。林雨薇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立刻投入到工作中。9月18日，林雨薇再次出现在人事部。王姐，我又要请丧假。他的声音更加虚弱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许多。王姐愣了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我爷爷也走了。林雨薇低着头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地上。这次连王姐都觉得有些奇怪了。1个月内接连失去2位老人，这运气也太差了。但她还是什么都没说，默默递过了假条。马总监正好经过，看到林雨薇又在填写丧假申请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怎么又是他？他停下脚步，皱着眉头问王姐：林雨薇的爷爷去世了。王姐小声解释。马总监看了林雨薇一眼，最终还是没说什么，大步离开了。这次请假回来，林雨薇明显消瘦了一圈。她坐在工位上，机械地处理着手头的工作，很少和同事交流。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接连失去亲人而伤心过度，也不好多说什么。9月26日，第3次，王姐，对不起，我还要请假。林雨薇站在人事部门口，声音已经沙哑了。王姐抬起头，眼中明显有了质疑。这次又是谁？我舅舅。林雨薇几乎是用气声说出这几个字。办公室里开始有了窃窃私语声。小张和几个同事聚在一起，小声讨论着林雨薇的频繁请假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！1个月死了3个亲戚。是啊，而且他平时都不怎么提到家里的事情，会不会是编的？现在有些年轻人就喜欢用这种理由请假。马总监听到这些议论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把王姐叫到了办公室。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1个月3次丧假，你觉得正常吗？马总，
虽然确实频率高了点，但人家确实是有丧事啊，而且他平时工作再好也不能这样啊，3天2头请假，其他员工会怎么想？公司的规章制度还要不要了？王姐为难地说，要不然让他提供一下证明。证明？现在什么证明不能造假？你去警告他一下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就让他另谋高就。10月2日，国庆假期刚结束，林雨薇又出现在了人事部。这次他还没开口，王姐就先说话了：“林雨薇，你不会又要请丧假吧？”林雨薇点了点头，眼中满是痛苦和无奈。“是的，我姨妈昨天晚上走了。”王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：“雨薇，我知道你家里可能确实有困难，但是你这个请假频率实在是太高了。马总已经很有意见了，你自己要想想办法。”“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啊。”林雨薇哽咽着说，“我发誓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”然而，她的话还没说完，马总监就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。他看到林雨薇又在填假条，脸色立刻黑了下来。“又是你，又要请假？”“马总，我姨妈去世了，够了。”马总监打断了他的话，“你当我是傻子吗？1个月4次丧假，你家到底有多少亲戚？还是说你家专门养老人，然后排着队等死？”林雨薇脸色瞬间苍白，身体颤抖着，“马总，请您不要这样说，他们真的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什么亲人？”马总监冷笑一声：“林雨薇，我看你是把公司当成慈善机构了，想请假就编个理由，以为我们都是傻子。”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，好奇地看着这边，有些人脸上还带着看热闹的表情。“马总，请您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”“解释？你还想怎么解释？说你家是开殡仪馆的，还是说你家亲戚特别多，轮流去死，给你放假？”马总监的话越来越刻薄，声音也越来越大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林雨薇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，她紧紧握着拳头，指甲都掐进了肉里。“马总，您可以质疑我的请假理由，但请您不要这样侮辱他们。”“侮辱？我侮辱谁了？侮辱你那些编出来的死人吗？”就在这时，林雨薇的手机响了起来，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她颤抖着接起电话：“雨薇，你快来一趟，刘爷爷他不行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哭泣声。林雨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，她握着手机的手剧烈颤抖着，眼中的绝望和痛苦是那么真实，那么令人心碎。马总监看到她接电话，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嚣张。“怎么又有人要死了？还是又编了个新理由？”“林雨薇，你的演技真是越来越好了。你以为哭几滴眼泪我就会相信你吗？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请假，什么谎都敢撒。你家到底死了多少人？还有谁没死？要不要我帮你算算？按照这个频率，你家族里的人应该都死光了吧？”每一句话都像利刀一样刺进林雨薇的心里。他看着马总监那张得意洋洋的脸，听着周围同事窃窃私语的声音，心中的愤怒和委屈终于到达了极点。“够了！”林雨薇突然站了起来，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。“你如果不相信我，可以辞退我。”马总监冷笑着说。“林雨薇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家是皇室，1个月能死4个人，还让你请假？你家亲戚都死了吗？”就在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，林雨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啪！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马总监的脸上，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下来，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。马总监捂着被打的脸，
眼中满是震惊和愤怒。所有的同事都张大了嘴巴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。你敢打我？对，我打的就是你。林雨薇声音颤抖着，但眼神坚定。你可以开除我，但你不能侮辱他们。王姐被眼前的场面吓坏了，急忙跑过来想要劝架。她一边安抚马总监，一边急忙翻找林雨薇的个人档案，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然而，当她翻开档案的那一刻，看到里面的内容时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，她的手开始颤抖，就连声音也变了调。王姐，你看到什么了？马总监一边揉着被打的脸，一边急切地问道。王姐的脸色变得极其复杂，她看看林雨薇，又看看马总监，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到底是什么？你倒是说话啊！马总监不耐烦地吼道。王姐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声音颤抖着说：“马总，林雨薇的档案显示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亲人，她是孤儿院长大的。”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在办公室里炸响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一直在看热闹的同事们。马总监的表情瞬间僵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孤儿院？那他这一个月请的4次丧假，如果他没有血缘亲人，那他为什么要请丧假？他在为谁哭？为谁伤心？小张疑惑地问道。林雨薇站在那里，眼泪已经哭干了。他看着这些平时朝夕相处的同事，看着他们脸上疑惑和不解的表情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你们想知道真相吗？林雨薇的声音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，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确实是孤儿院长大的。8岁那年，我被送进了市儿童福利院。林雨薇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办公室里安静的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。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有很多志愿者会来看望我们，其中有一位老奶奶，她叫张秀英，总是给我们带好吃的，陪我们聊天。她说我长得像她去世的孙女，所以对我特别好。后来我长大了，离开了孤儿院，但是张奶奶已经老了，她的儿女都在国外，身边没有人照顾。我想起她曾经对我的好，就主动去照顾她。她总是说我就像她的亲孙女一样。王姐听得眼圈都红了。所以你请假时说的奶奶，就是张秀英奶奶。林雨薇点点头。她今年87岁了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。我下班后经常去照顾她，给她做饭，陪她聊天。上个月初，她的病情恶化了，我一直在医院陪着她。9月3日那天，她走了。临终前，她拉着我的手，一直叫我孙女。我送了她最后一程。说到这里，林雨薇的声音开始哽咽，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很沉重。有些女同事已经开始偷偷抹眼泪了。那其他几位呢？王姐轻声问道。李爷爷、王奶奶，还有刘姨妈。林雨薇一个一个说出这些名字，他们都是我在照顾张奶奶的时候认识的，都是一些孤寡老人，或者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。李爷爷今年90岁，是个退休的小学老师，他没有结婚，一生都在教书育人。张奶奶去世后，我去整理她的遗物，发现李爷爷住在同一个社区，身体很不好，经常一个人在家里摔倒。我开始照顾他，每天下班后去给他做饭，陪他说话。他总是跟我讲他以前教过的学生的故事，说我就像他的女儿一样孝顺。9月18日，李爷爷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，我陪在他身边，送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。林雨薇说到这里，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。这些回忆对他来说太痛苦了。王奶奶是我在给李爷爷办丧事的时候认识的，他的老伴刚去世不久，
儿子在外地工作，1年难得回来一次，他总是一个人在家里哭，说活着没有意思。我不忍心看他这样，就经常去陪他。他教我织毛衣，我给他讲外面的新鲜事。他说有了我，就像有了个贴心的女儿。9月26日，王奶奶因为抑郁症自杀了，我是第一个发现她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林雨薇彻底崩溃了，她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，肩膀不停地颤抖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被震撼了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，平时话不多的林雨薇竟然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着这么多孤寡老人。马总监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极其复杂，愤怒、震惊、愧疚、感动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他刚才还在骂林雨薇编故事，现在却发现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刘姨妈呢？王姐轻声问道。电话里说的刘爷爷。林雨薇抬起头，眼睛已经哭得红肿。刘姨妈今年65岁，是个清洁工。她一个人带大了3个孩子，但是孩子们长大后都嫌弃她，很少回来看她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正在医院里擦地，看到我在照顾王奶奶，就过来帮忙。后来我们成了朋友，我经常去看她。前2天，刘姨妈查出了胃癌晚期，她舍不得花钱治病，想要放弃治疗。我把这2年存的钱都给了她，希望她能好好治病。可是今天早上，医院打电话说她不行了。她说想见我最后一面，说想看看她的女儿。林雨薇说到这里，声音已经完全哽咽了。我知道我请假太频繁了，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是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了家人，我不能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离开啊。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，每个人都被林雨薇的话深深震撼了。马总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愧疚。他想起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家亲戚都死了，你家是开殡仪馆的，每一句话现在听起来都像是在刺痛一个善良女孩的心。雨薇，小张走过去，轻轻拍了拍林雨薇的肩膀。对不起，我们之前……不，你们没有错。林雨薇摇摇头，换作是我也会觉得奇怪。1个月请4次丧假，确实太反常了。但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如果你早点解释，因为我不想被同情。林雨薇苦笑了一下，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是孤儿，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可怜。我只是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工作、生活。可是照顾这些老人，花费一定很大吧？你的工资够了？林雨薇点点头，我没有什么开销，不买化妆品，不买漂亮衣服，平时就吃泡面，省下来的钱给他们买药、买营养品。王姐忍不住问道：你这样做值得吗？他们又不是你的亲人。什么是亲人？林雨薇反问道：是血缘关系吗？我觉得不是，真正的亲人是那些真心对你好的人，是那些你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的人。张奶奶在我最孤独的时候给了我温暖，李爷爷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，王奶奶把我当女儿一样疼爱，刘姨妈总是为我担心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，我的家人。马总监听着林雨薇的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想起自己的父母，想起自己因为工作忙碌，很少回家看望他们。相比之下，林雨薇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儿，却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什么是孝顺，什么是爱。林雨薇，马总监走了过来，声音有些颤抖：对不起，我刚才说的话太过分了。林雨薇抬起头看着他，眼中没有愤怒，只有疲惫。马总，我知道您只是在维护公司的规章制度，是我给公司造成了困扰。不是这样的。马总监连忙摆手：是我太狭隘了，我只看到了表面现象，
没有了解真相就妄加判断。雨薇，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林雨薇愣了一下，她没想到一向严厉的马总监会向她道歉。马总，您不用道歉，我理解您的立场。不，我必须道歉。马总监的眼中也有了泪光。你知道吗？听了你的故事，我想起了我的父母，他们已经70多岁了，我却因为工作忙，1个月都不一定回去看他们一次。你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都能做到这样的孝顺，而我这个做儿子的……马总监说不下去了，他转过身去，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眼泪。雨薇，你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。王姐站起来说道，刘姨妈还在等你，可是我已经被开除了。谁说你被开除了？马总监转过身来，眼中还带着泪花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给你特殊照顾，你照顾这些老人的时候，可以申请弹性工作制，而且……马总监停顿了一下，刘姨妈的医疗费，公司会承担一部分。林雨薇震惊地看着马总监，马总，这是我个人的决定。作为一个儿子，我为自己的不孝感到羞愧；作为一个领导，我为刚才的言行向你道歉。我们公司需要像你这样的员工，不仅仅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，更是因为你的品格。你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被这一幕感动了。小张第一个鼓起掌来，接着整个办公室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雨薇，快去医院吧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说。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。林雨薇含着眼泪看着这些同事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她没想到，在最绝望的时候，竟然得到了这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不停地点头表示感谢。别哭了，快去医院吧。王姐递给她一包纸巾，刘姨妈在等你呢。林雨薇点点头，拿起包就要往外走。等等，马总监叫住了她，我和你一起去。马总，刘姨妈把你当女儿，那我这个女婿也应该去见见丈母娘。马总监难得开了个玩笑，而且我也想看看这位了不起的姨妈。2个人一起走出了办公室，留下的同事们都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中。我真的没想到雨薇是这样的人，小张感慨地说。是啊，平时看她话不多，原来心里装着这么多事情。以后我们要多关心她一点。对，她一个人照顾这么多老人，一定很辛苦。医院里，刘姨妈躺在病床上，已经很虚弱了。当她看到林雨薇出现在病房门口时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雨薇，你来了。刘姨妈，我来了。林雨薇快步走到床边，握住了刘姨妈的手。您感觉怎么样？傻孩子，姨妈已经不行了，你知道的。刘姨妈虚弱地笑着，姨妈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遇到了你这样的好女儿。刘姨妈，您不要这样说，您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雨薇，姨妈想拜托你一件事。刘姨妈用尽全身力气说道，姨妈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再为了别人委屈自己了。刘姨妈，答应姨妈，好吗？林雨薇含着眼泪点了点头，我答应您。马总监站在病床旁边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他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感动了。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，用他最后的生命在关心着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而这个孩子也用他的善良和孝心回报着这份关爱。雨薇，这位是……刘姨妈看到了马总监，这是我的领导。马总监，马总监，你好。刘姨妈艰难地想要坐起来，您躺着，不要动。马总监连忙阻止她，我来看看您。雨薇经常提到您，说您就像她的亲妈妈一样，这孩子就是嘴甜。刘姨妈笑了笑，然后看着马总监说，
马总监，我想求您一件事，您说雨薇这孩子心太软了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却不知道照顾自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您多关照她一些。马总监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3天后，刘姨妈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葬礼定在周3上午。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，微风轻拂，阳光温和，仿佛连天空都在为这位善良的老人送行。殡仪馆的告别厅里，刘姨妈的遗像被鲜花包围着。照片里的她穿着整洁的蓝色外套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，就像林雨薇记忆中的样子。林雨薇穿着一身黑色的套装，是她为了这个场合特意买的。她站在遗像前，轻抚着刘姨妈的照片，眼中含着泪水，但努力保持着坚强。刘姨妈，我来看您了，她轻声说道。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就在这时，告别厅的门被推开了。林雨薇回头一看，惊讶地发现马总监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菊花。马总，您怎么？我说过要来看看刘姨妈的。马总监将花放在灵台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虽然我没有机会在她生前见到她，但我想在这里表达我的敬意。紧接着，王杰也来了，然后是小张、小王，还有财务部的其他同事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告别厅，每个人都带着鲜花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庄重的表情。大家怎么都来了？林雨薇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雨薇，刘姨妈也是我们的长辈。小张握住她的手，我们都应该来送送她。更让林雨薇意想不到的是，公司的张总经理也亲自到场了。这位平时只在会议室里见过几次面的高层领导，此刻却恭恭敬敬地站在刘姨妈的遗像前，认真地鞠躬致敬。林雨薇同志，张总经理走到他面前，声音低沉而诚恳。通过马总监，我了解了你和刘姨妈的故事，这样的大爱精神正是我们社会需要的。刘姨妈培养了你这样优秀的孩子，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。林雨薇听到母亲这个词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是的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刘姨妈确实像母亲一样关爱着她。告别仪式开始时，林雨薇站在话筒前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刘姨妈，您看到了吗？有这么多人来送您，您在天上一定很高兴吧？您总是说自己是个没有用的老太婆，但您错了。您用您的善良和爱心影响了这么多人，包括我的同事们，包括我们公司的领导。您的爱已经传播开了，会影响更多的人。您放心，我会带着您教给我的这些品质继续走下去。我会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，就像您帮助我一样。”台下响起了轻柔的抽泣声，许多人都被林雨薇的话感动了，就连平时严肃的张总经理眼圈也红了。葬礼结束后，大家陆续离开。马总监走到林雨薇身边，递给她一张纸巾：“雨薇，你今天说得很好，刘姨妈在天上一定很欣慰。”谢谢马总。林雨薇擦了擦眼泪，谢谢大家今天能来。我没想到，这没什么好意外的。马总监看着刘姨妈的遗像，一个人的品格如何，从他教育出来的孩子就能看出来。刘姨妈虽然走了，但她的精神在你身上延续着。说到这里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想和你商量。马总监停顿了一下，雨薇，公司决定成立一个关爱基金，专门帮助像刘姨妈这样的孤寡老人。你愿意担任这个基金的负责人吗？林雨薇愣了一下，对，你最了解这些老人的需要，也最有经验，而且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照顾他们了。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。林雨薇有些犹豫，我只是凭着一腔热情
在做这些事情。真正的社会工作需要很多专业技能的，专业知识可以学，但是你的爱心和责任感是学不来的。马总监认真地说，而且公司会请专业的社工来协助你。张总经理已经同意了这个提案，公司会投入资金和人力来支持这个项目。真的吗？林宇威有些不敢相信。当然是真的。其实这个想法不只是我的，也是张总经理的。今天看到刘姨妈的葬礼，看到这么多员工自发来送行，我们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。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机构，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。而你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企业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性。林宇威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好，我愿意试试，但我希望能够真正帮助到那些老人，而不是做表面文章。这个你放心。马总监笑了笑，我了解你的性格，你不会允许任何形式主义的东西存在的。1年后，林宇威负责的关爱基金已经帮助了50多位孤寡老人。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而是有了一个专业的团队。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很大改变，员工们变得更加团结，更加有爱心。马总监也变了很多，他开始经常回家看望父母，和员工的关系也更加融洽。那个曾经安静内向的林宇威，现在变得开朗了很多。他依然会为那些老人的离去而伤心，但他知道生离死别是人生的常态，重要的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予他们最多的关爱。宇威，今天有个新的申请，是一位80岁的李奶奶。同事小王递给她一份申请表。好，我明天去看看她。林宇威接过申请表，仔细看了起来。你不累吗？每天都要去看这么多老人。不累。林宇威笑了笑，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而且他们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家，什么是人生的意义。我应该感谢他们才对。办公室里又响起了熟悉的电话铃声。林宇威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老人慈祥的声音：宇威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看奶奶？奶奶给你包了饺子。好的，张奶奶，我下班就过去。林宇威放下电话，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有爱的地方。血缘不是亲情的唯一纽带，真心才是。在这个冷漠的都市里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虽然这个家庭的成员会不断的离开，但也会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。爱会传递，善良会延续，这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